Hello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哈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日本相声大赛 M1 又已经落下帷幕了哈，所以呢，每年都做一次，这次完全没有热度的这个自己的点评啊。个人非常喜欢相声，也喜欢搞笑哈，所以呢，今天呢又来讲一下我对这个搞笑的一些看法哈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按顺序来点评一下今年出场的9个队伍啊。日本的这些相声组合的名称呢，很多都是由这个片假名所组成的啊，所以呢，说句实在话，翻译也不是很准确，我就按我自己的这个讲法来讲哈，大家知道就知道了哈。第一个出场的这个卡维波斯塔啊，强海豹啊，那么这个呢，我就觉得他的段子呢，实际上我最喜欢啊，我很喜欢他的段子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他段子写得非常非常好，伏笔以及搞笑以及各种就是不合理的状态的安排，非常非常的优秀。但是关键就是他出场的太早了，就是第一个出场呢，在这个 M1 这个比赛当中呢，是非常难拿到高分的啊，这个评委不敢给你高分。同时呢，强海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和和牛有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段子特别优秀，但是人没有那么有趣哈。那么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一位啊，强海豹哈。第二个真空杰西卡，那么真空杰西卡呢，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名门大学最喜欢的相声组合。我个人觉得哈，他的段子呢是非常非常深的哈，就是你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智能呢，你 IQ 不足的话，可能看不懂他的段子。所以呢，这个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啊，不喜欢的人呢，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第三位出场的这个败者复合组 Oddworld 哈，什么概率世界哈，这个组合呢经常出现在 M1 的第2轮决赛当中哈，所以呢实力上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一种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段子的疲劳性哈，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所有的东西呢都被摸的就是知根知底，大家对他没有新鲜感。M1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点，就是说有一个新鲜感，然后有一种冲击性，有一种就是爆炸的感觉，它才容易夺冠哈。那么像这种呢，就上了很多次之后呢，就是观众很疲劳，然后这个评委也很疲劳，这些组合呢，其实呢，就是要拿冠军呢，其实是有点难，而且呢，这次表现也不好哈。所以呢，前3个呢，基本上就是预热哈，从第4个开始呢，就是这个分数开始邦邦邦的往上飙啊。那么第4位出场的就是 Long Coat Steady 哈。他们的相声呢，其实不偏重于话术，而是偏重于构成和他们这种表演的成分啊。他们的动作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从一个一个超乎人想象的这种就是设定当中呢，然后让你取得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感觉哈。然后呢，因为节奏非常非常快，所以呢，就是让人应接不暇，笑得非常的开心。所以呢，他的这个段子呢，也得了一个高分，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哈。那么第5位是沙耶香哈，沙耶香呢在 Long Coat Daddy 把这个场子给他热起来之后呢，再来上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哈，他就可以达到一个最高潮啊。那么沙耶香呢，在第1轮得到的是最高分啊，相当优秀的一个段子啊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呢，互相都是讲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他们那个奇怪呢，刚好是在常人能够允许的范围之内啊。就是说他们的相声的风格呢，就是非常激动的去讲一件日常的小事，是这个事情小到这种程度，为什么讲的那么激动？这种傻乎乎的感觉啊，是非常非常好笑的啊。这就是他们这个相声的一个特点啊。而且他们的段子呢，非常吃演技，也非常吃临场的爆发力。所以呢，我们讲一流的相声呢，就是说段子写得好，但是段子写得好呢，人家会模仿。比如说这个强海豹写的这个段子，你任何一个组合把强海豹的段子拿过去，然后自己表演一遍呢，也会有一定的好笑的成分哈。但是呢，到最终呢，仅靠段子是不行哈，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别人无法模仿的自己特有的一个特色哈。那么沙耶香呢，就很好的把这种自己无法模仿的一个特色呢，很好的在段子里面表现了出来，非常非常难以模仿的。第6位 Diamond 的这个钻石哈，他们的段子呢是比较偏冷静系的哈，在沙耶香把整个场的这个气氛炒热之后呢，出场是非常不利的哈，所以呢，基本上也不怎么好笑，我也没笑出来哈。不是说他们段子写的不好，而是说这个出场顺序也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呢，到最后呢就失败了哈。表现的不怎么好啊。那么男性秋千哈，男性秋千呢也是和这个 Long Coat Daddy 是一样的哈，他们实际上呢就是小品式的相声哈。它虽然不是很正统，但是呢，因为 M1 这个比赛呢只看这个笑的这个程度啊，所以呢，其实你的形式呢是可以多变的。那么男性秋千的这个段子呢，也是取决于他们的这个表演的能力，而且这种异想天开的这个故事结构哈，讲什么运这个音符哈，你想想音符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写这个段子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居然把这个段子给写出来，而且还那么好笑哈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得到了高分，我记得应该是第4名哈。那么男性秋千又一次把这个场的这个气氛炒热之后呢，就来到了米田两千哈。那么米田两千呢是这次出场的唯一的女性组合，然后呢，他们的段子呢，真的就是。说句实在话，就是根本看不懂啊。他们做段子呢，更注重的是构造，而不是所谓的内容哈。他们的结构非常的好，然后呢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哈。他那个节奏卡住在那里，然后呢你就会因为这个节奏啊，搞得自己有点缺氧，所以呢到最后呢忍不住会一直的笑哈。
就是所谓的喜剧呢，一个机械性的重复呢，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笑的。人明明是一个如此多变的生物，居然还在那里机械性重复的时候呢，它特别的好笑，也算是黑马之一吧，表现的非常的好哈，我觉得还是挺喜欢他们这个组合的哈。然后第9位啊，来到了9啊，他们的组合叫做9，然后我抽到了第9位啊，说句实在话，真的只能说是运气啊。那么9和 Diamond 其实问题是一样的，就是场子炒热之后呢，它突然来了个冷静的东西哈，然后那个冷静的感觉呢，又压不过前面那个热起来的场子啊，所以呢就有点尴尬。Diamond 和9呢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们专门为了 M1 专门写这种段子哈，然后这个段子写的太死了，然后呢他们就是反复的练习，练习的就是完全和那个段子一样之后呢，结果呢就没有那种灵活性啊。当这个场里面的这个气氛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它没有这种对应的能力之后呢，然后就会显得特别的尴尬，所以呢到最后呢拿了比较低的分数哈。那么最后呢是这个 Westland 哈，第10位出场哈。而 Westland 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组合哈，他们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专门就是以抱怨这个社会为主题的哈，就说话呢非常的狠，然后说话非常的毒哈。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戳穿了事情的本质，所以有它独有的一种特别有趣的地方哈。但是之前他们第一次出场 M1 的时候呢，这个实力还不够这个级别哈。但这次回来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呀，他们这个组合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哈。那么沙耶香和 Westland 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他们都有自己无法复制的一个强处哈。就他们的段子呢，其他人拿去抄的话呢，就没有他们自己讲的那么有意思哈。同时呢，也有很多随机应变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最后进入决赛的沙耶香和 Long Coat Teddy 和 Westland 哈。Westland 在决赛第一个出场，然后呢还是继续他在最后出场的那个段子哈，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连续性哈，结果呢就形成非常有利的一个局势哈，所以他的段子呢就产生了一种大爆笑的一个结果哈。那么 Long Coat Daddy 呢，其实第2段的这个表演呢，其实是比第1段要差很多的哈，这没什么意思哈，这个节奏感完全是脱离的，所以相对来讲我是没怎么笑出来哈。然后呢，沙耶香呢，我觉得呢他们是有点紧张了，就是第1轮的时候呢拿的分数太高了，就已经是向着冠军去了哈。结果刚一上场就嘴瓢了，嘴瓢之后呢，就后面那个节奏呢，就是稍微总会有点差距哈。最后呢，当然表演呢也是非常好，但是呢和 Westland 相比呢还是差了一点。所以呢说到底这次 M1 呢，最后 Westland 的这个优胜呢也算是实至名归，但是关键是就是说他们这一届的这个实力呢，实际上是比前几届要弱一些的哈。所以呢 Westland 放到前几届呢应该是拿不到冠军的哈，但这一届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实力呢实际上是有下降哈，所以呢 Westland 就偷到了这么一个冠军。同时呢还是说明了这次 M1 呢还是奖励的就是所谓的搞笑的真正的这个核心呢，就是艺人的灵魂哈。艺人的灵魂是什么？就是我是杂草，然后呢我是向上面表现我的不满，我对上面的一种抱怨哈，我是一种就是以下克上的这种精神去戳穿这个世界的真实哈。所以呢这次的 Westland 呢是最好的体现，所以呢这次大赛还是回归了什么叫做人类最有趣的灵魂啊。好吧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